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美拉德吗？啊，美拉德反应就是对啊，这就是美拉德，用点滴，哇，那种拉丝的效果有没有？太地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俊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今天分享什么呢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早餐的做法，我们用过吐司，用过法棍儿，这些食材全部来自于北京啊，我最喜欢的一个烘焙店代客烘焙。那么经过我坚持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把代客烘焙的总厨林玉伟先生请来了。今天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代客烘焙最牛的一个吐司的做法，代吐司。现在就请林伟先生。林先生好 ，Hello， 胡老师好，胡老师好。好，那今天林伟先生来到我们这儿，就给我们分享这个您这个店里边最好的一款招牌吐司，叫代吐司，是吧？是。好，那大家有没有兴趣？喜欢烘焙的朋友，真的今天来着了啊！林先生，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做这个代吐司都需要什么食材？好的，那我就一个一个介绍。好，首先我们需要的是高筋面粉287克，然后砂糖29克，盐4克，干酵母粉3克，然后我们的黄油29克，鲜牛奶86克，冰水115克。好，那就是您这个配方是咱们店里的配方吗？还是就是适合我们家里用的配方？店里的配方。店里的配方就是这个。对，原汁原味的配方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可以做完了之后，就是直接就可以复刻这个代客烘焙里边的招牌代吐司。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操作？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用冰水，去把酵母给溶解。那您就现在就直接操作吧，您来主。好，那我们先取我们的水的部分来做溶解。这个水的部分大概拿个20克左右。酵母有没有什么品牌的要求？就是干酵母粉就可以了，因为酵母它是颗粒状的，然后需要把它溶解完之后呢，它比较容易去跟我们的面团做融合。OK， 把它溶解完之后成一个酵母液。OK。那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先把我们的干性材料先做融合。这是一个家用除湿机，那它的容量大概是5公升的一个容量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干粉倒下去。您现在做的这个量大概是几个吐司？一条吐司。一条吐司。对 ，OK。它的总重量是550克。好，这是高筋粉，然后砂糖。砂糖。这都是我们提前称好重的。对。刚才您放的是盐跟糖。砂糖 ，OK。接着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搅拌钩给装上去。如果家里边要是没有这个搅拌机怎么办？可以用手揉。可以用手揉，就是费点劲是吧？对，其实这个搅拌钩它其实就是像用手的一个动作啦。OK， 待会可以看一下哦。好，首先我们用慢速呢把高筋粉、砂糖跟盐搅拌均匀。你不想说用机器搅拌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器具把它稍微和一和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湿性材料有水。您说是湿性材料是吧？对，就是所谓湿性材料，比如说有水啦、牛奶啦、液体状的都是湿性材料。OK。好，我们的水给倒下去。这个水是一次性下。鲜牛奶也是用冰的鲜牛奶。冰的鲜牛奶。对，为什么用冰的鲜牛奶呢？为什么用冰水？因为我们要让面团的温度不要太高。面团温度高的话，吐司的组织就比较粗糙。那如果你让它面团温度低一点，比如说在2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的话，它的酵母会生长的比较稳定，吐司它的切面就会比较细致。那就是这个水的温度就基本上大概在0到5度之间。0到5度。对，接着呢，我们就可以启动用慢速，在搅拌的同时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酵母液给慢慢加进去。酵母液是拿水给溶开的。对，用水给溶开的。等于说它跟湿性材料可以同步加进去。黄油等到我们已经揉成团之后再下。那黄油为什么要后面下呢？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面包更有韧性，油脂它会破坏面筋，必须让面筋先形成之后再下黄油。如果你一开始把黄油加下去的话，它一样可以形成面筋，只是黄油会把面筋些许的破坏掉，会造成你的整个面包的口感会比较松软，明白，比较没有嚼劲。林先生来了，真的，今天这个真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是。那如果我们要是全都会了，不买店里的怎么办？我觉得说，首先我们愿意把这一款产品给分享出来，是觉得说我们要有更多的新品去呈现给大家。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，我们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在家里也可以
可以去操作，那我们店里就可以去更新更多的好的新的产品。这个才是现在我们就是餐饮发展的一个方向。肯定的，因为你不可能说一直在推老产品嘛，你肯定要一些新品。等到成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快速去做揉面，它会越来越快，然后让它有形成面筋的一个阶段。哇，这个现在快了。对。那我们用这个机器，大概在揉面的过程大概用多长时间？全部的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。对。那刚才说了，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机器，我们直接就用手的话，那可能费点劲了。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。30分钟。对，它有拍打的声音，有没有听到？拍打的声音就代表了它有面筋的形成，已经成团了。OK。好，接着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停止，然后呢，把上面它没有搅到的地方可以往下压。让它可以搅得更均匀。对，就是说，所以说我们大家如果要是用这个机器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确定关闭静止的时候，我们再往里伸手。对，接着呢，我们就可以再开启，一样开到第4档。我们注意看一下，它越来越有光泽度了，没有？它从一开始的成团到现在面团有光泽度，代表它的面筋已经渐渐形成一个薄膜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可以下黄油。您说面筋形成一个薄膜，对，一个我们讲的手套膜，怎么理解呢？您可以把这拿出来。好，我演示一次， OK 演示一次给各位看哦。我们可以揪一块面团，每次揪的体积要一样，然后才可以准确的去判断。各位看一下，你看，它有薄膜。有面筋，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把小麦粉跟水做融合的一个现象，就是它会形成面筋，这个叫厚薄膜。这个厚薄膜，对，厚薄膜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黄油。这个黄油是一次可以对，一次性下去的，一次性加下去的。加入黄油的时候，一开始先用慢速去揉，还是慢速，因为避免这个整个黄油会四处的飞溅。对。一定用慢速先去把它揉均匀，再用快速。在揉的同时，你会看到说这个油脂已经慢慢的融到面团里面了。它会慢慢的去跟面团做结合，然后它会慢慢的把底部的面团给离缸。这代表它的面筋已经慢慢的有一个延展性了，所以它会去拉扯。林先生，现在它还是你看有一个球，对，它还是分离状态。对，我们可以用手或者用我们的器具把它稍微做一个粘合，其实它是合得起来的，只是说需要时间了。就是大概我们做一个吐司，从开始到结束，大概4个小时。4个小时。对，那像我们店里量比较大，所以都会分批次去揉面，分批次去发酵。OK， 这也应了我们的一句话啊，就是美味都是用时间堆积起来的。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继续。现在等于说是它表面越来越光滑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面筋。先暂停来看一下面团的筋度有没有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跟刚刚的要加黄油之前的一个现象是一样的，只是说你看它可以撑得更薄。这个感觉真的对，很治愈啊。OK，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延展一点，这个感觉有点像奶酪的那个感觉。对，然后有点粗糙，然后我们可以让它再细致一点。OK， 那就是还要再打一点。对，再打大概可能3分钟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等待3分钟，马上回来。好，胡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面筋状态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OK， 好，可以看一下哦。哇，你看它越来越有光泽度了，真的很细致。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跟刚刚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了。哎呦，这拿到手里就不一样了。很细致，然后就是很平滑，然后你会觉得，你看哦，轻轻的去延展，它的手套膜，而且你看得到你的手的指纹，有没有？OK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这样就完成了，就是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吐司面团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给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把它挪到桌面呢，我们轻轻的用双手把它整一个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待会把空气给包裹在面团里面，然后让它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发酵。接着呢，我们准备一个保鲜盒，然后把它给放到盒子里面。那这个盒子呢，它有一个讲究，你的面团的体积跟你的盒子不要说落差太大，你的盒子呢能够待会它发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支撑，是不是它会越来越胖？对，它会胖起来，然后它会发起来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支撑，这个支撑呢是能够让它增加力量的一个过程。OK， 你如果找一个大的盒子，然后放一个面团，它发起来它会往左右，它会往四周去
去扩散嘛，它的气体会包裹不住，所以待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发完1个小时之后，一发1个小时之后，这个要1个小时。对，要发1个小时，1个小时之后它会胀大概这个的1倍大，里面会保留一些空气，增加面团的香气。那1个小时就是在室温下吗？在室温下，室温大概27到30度之间，需要用一个保鲜膜把它盖好。那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，夏天的话大概在25到27左右。OK， 那就是得开空调了。对，开空调，然后让温度可以降下来。好，就是这种状态，室温，然后放置。那我现在拿保鲜膜，咱们把它给盖上。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。好，我这拿一把刀把它。好，把它给封起来，只要盖好就可以了。然后做一发60分钟的一个阶段。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看看书啊，或者喝咖啡啊，对，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啊。OK， 或者看看我们的胡元俊的美食空间，我们的其他的视频。对，好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林先生，1个小时到了。哇，这个有没有太可爱了？发1倍大嘛？对。我觉得有点都不止1倍了。大概1.5倍大。就是要这个状态。那现在要把保鲜膜打开，把保鲜膜拆开，从底然后到上，来，然后你可以闻一下味道。哇，现在其实就有那种烤出来的那面包味的感觉，发酵的味道，发酵的味道，小麦的风味，还有来，我们看一下特写，有没有？我刚刚讲的，为什么要用一个比较合适的容器去装，可以让它支撑起来，然后形成一个气体，感觉这是有气泡似的。对，然后让面包的风味可以保持在里面，就是透过这些气体让它更有风味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分切的动作。那现在我们要把它给拿出来。对，要小心的把它拿出来，旁边给稍微铲一下，然后稍微给挪动一下，然后给倒出来。这些能倒出来吗？倒出来。OK， 好。很神奇的感觉。对，很光泽，有没有？然后把正面给朝上。刚刚有讲到这个配方就是1条吐司的量，1条吐司的总重量大概是在550克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对半，就是1斤多一点。对，好，哇，不2刀，绝了啊！这个两边一样重啊。OK， 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可以把气体给排掉，把它轻轻排掉，然后呢，稍微把它整一个圆。这个秤你还用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盖好。就是比如说你把它放在桌上，盖着也可以，或者是说用保鲜膜再把它盖起来，让它休息个10分钟，再去做整形。它还要休息。对，需要休息。那我们也休息一下。对，因为你把它切完之后呢，它的面筋又会再重新的紧缩，你必须让它松弛完再去做下一步，这样它的组织才会细致，里面内部的面筋才不会断掉。它休息10分钟之后，您再一撕，它是应该是能有延展性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让它再做2次的发酵，2次发酵，中间发酵。其实就拿这个给它盖上去也可以，对，好，把它盖好。好，那我们10分钟之后回来，林先生，那我们这个10分钟差不多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它有一些气体产气在里面，那我们来擀卷2次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准备一个模具，这个是450克容量的一个吐司模具。那就是我们要家里做，还要再买一个这个模具。对，其实这一个没有多少钱呢。一般的就是烘焙商店什么都有。对，然后它这可以用很久。那我们来做擀卷2次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面团放在桌面上，然后用我们的手指轻轻的按压，把气体稍微排掉。那我们拿擀面棍，把擀面棍放在中间处，那你的双手的力量要一致。我们可以先往下擀，或者是往上擀都可以哦，轻轻的擀，然后再提起来，再放到中间处，再往上面擀卷。旁边会有气体的部分，稍微把它拍掉。擀完之后呢，光泽面要放在下面，把面给翻过来，轻轻翻过来，朝上。内部的面会比较粗糙一点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卷起来。也是用双手的力量把它卷起来，这个力量比较轻柔一点。对，轻一点。它的圈数呢，大概是1圈半。1圈半。对，1圈半的一个规格。接着第2个也是一样。我觉得胡老师可以来体验一下。我可能不太行了。来，没事。那我试试，要是坏了，您帮着那个。不会的。来，好，这个力量一样，一致啊。对，先往前擀。对，然后再往下。其实这是一个椭圆形啊。对，我们就顺着面团的延展去擀。这个手感对，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OK 了。如果有气体要把它稍微按压掉。
按压掉。好，把它翻面翻过来，轻轻拉起来，轻轻拉起来，好，这样翻面，翻面。哦，翻面哦，就这面比较粗糙的那个。对对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轻轻卷起来，轻轻地卷起来。对，卷到底。好，卷到底。接着再擀第二次，一样光泽面朝上，稍微用手掌把面团稍微压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擀面棍一样放在面团的中间处，看你是先往下还是往上都可以哦。第二次在擀的时候就稍微用点力，拉长一点。对。哦，刚才其实是一个椭圆形，现在是一个长条形。对，长条形，一样把面给翻过来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由上往下卷，这时候要把它卷紧一点哦，把它卷紧。卷紧的目的呢，是让整个面团可以贴合在一起，然后让组织可以更细致。OK， 好，这个手法还真是。然后底部朝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卷完第二次的时候就可以放到模具。哦，放到模具的两侧让它发酵，它的两侧不能太长，太长的话它在发的时候会不规则。今天我们真的是为了节约时间啊，就是下回待会儿拍完这个视频下来，我真的要好好的擀一下试试。对，好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另外一个面也可以放到模具里面，放到反正就是放两侧，发到什么程度呢？面团的顶部跟你的模具的边缘大概在2.5公分到3公分。2.5，它会发得很高是吗？对，它会大概发到这个高度。这个高度左右。这基本上就是这个高度。对，这个高度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带盖子进去烘烤。您说发完了之后就要烘烤了，那它发完了之后就是一个吐司了吗？对，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吐司。那它现在中间有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呢？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它发。那您的意思是它这个两个会慢慢贴在一起？对，它会发起来，然后会贴在一起，然后需要大概60分钟到70分钟之间的一个时间。这吐司是这么出来的？我以为就是一个方的，然后一烤就可以了。没有，面团的重量配合模具的规格来去进行发酵。哇，那这个太神奇了。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发酵。对，就是第3次的发酵，最终的发酵。OK， 那也要室温吗？室温大概27到30度之间。那我们现在其实有那个我们的发酵的机器。那如果说你家里没有发酵箱的话，你可以运用您的烤箱，先不要开机，先把它放到烤箱里面，然后放1碗热水，来去营造整个温度跟湿度。热水是什么概念？100度？大概就90度到100度之间的热水。只是说你要常更换，因为水会凉的嘛。那个水温大概下降到什么程度就要换掉？可能我们不烫手的一个情况就可以再换了。明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到发酵箱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有发酵箱，那我们就去发酵箱把它换进去。好 ，OK， 好，走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把它放到发酵箱里面。如果家里没有发酵箱的话，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方式。那现在我们这个发酵箱大概要放多长时间？60分钟。那我们1个小时之后再回来。好，林先生，又过了1个小时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状态怎么样。好。哇，你看发起来，你看。我去，这个真是太可爱了啊！对，刚刚我们看到说它的面团的顶部跟它的吐司的边缘大概3公分的距离，我们就可以带盖进去烤了，把它盖上。这样它烤完才会是方正的。这个烤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再膨胀？对，它就是膨胀到会碰到盖子就会比较平整。明白。你如果不带盖的话，它烤完就变3形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在这个2个是分离的，对，烤完了之后它就是平整的。对，好，这太神奇了。是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烤箱了，提前预热到180，再进到烤箱里面去烤。那我们这个烤箱也可以哈。对，也是专业的哦。哇，这个为了林先生来，我们不惜代价。好，我们设定3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那我们就30分钟再回来。好，胡老师，我们的吐司快出炉了，很期待啊。对，30分钟。3、2、1，好看一下哦。哇，有香气了。哇，可以了，这真是的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看成品，林老师。好，我们震3下，先震一震。震3下。对，OK， 好。哇，我们要脱模喽。哇，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颜色。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美拉德吗？美拉德反应就是对啊，这就是美拉德。哇，真是地道啊！对，那刚才您震3下是强迫症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吐司面团进到烤箱之后，它会吸收热气，然后让它可以有膨胀的这个现象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出炉之后没有把中间的热气给释放掉的话，
它会回缩。那现在这种状态，如果在店里的话，就可以售卖了那种。对对对，就直接可以上架售卖。哎呀，我这现在万分期待。那你从中间掰开。好，那我试一试。好，来试试。哇，还真是有点烫。你从中间掰开，对。那我从这个线条掰开。哇，感觉酥脆感。酥脆感。嗯。好，用力的，用点力。哇，那种拉丝的效果有没有？太地道了。对。我还真没有吃过，就是这种刚刚出炉的。对，吃了会感动的，会有幸福感。我这口水都下来了啊！那我们试一下。好，这个吃我们2个试一半就好了，然后另外一半给伙伴。好嘞，好了，没问题。那您先来，您先来。哇，好烫哦！我这是铁手，还可以哈。手撕吐司，来，很有弹性的，你看。哇，还真的。对，这样看。非常的香甜安韧，还有它有一点韧性，就是韧度，然后有淡淡的奶香味。太好吃了！哎呦，我必须得再吃一个，就是带这个胶边的，带胶边的，有那种酥脆感，有没有？这是刚出炉才有的口感。我发现就是咱们代客吐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吃其他店里面的吐司，就也是刚刚出炉的，非常的香软。对，但是就是比如说不用隔1天，其实隔半天它就可能有点硬了。哦，是。而我们这个第2天甚至是第3天，它依然是非常的软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发酵时间可能比其他的还要再来得长，所以它的小麦粉跟水分可以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那就是跟这个面是不是也有关系，还是跟配方？配比，然后还有面粉的挑选都有关系的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人有关系啊。没有，主要是林大师的这个经验啊，就是通过这个经验还有一个配比，就做出了，哎，这是这么好吃的吐司，真是忍不住了啊。对，因为其实做吐司面包呢，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产品，那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多方面去使用，去做成三明治啦，或者是把它给切片，然后用油炸的方式也不错。相对来说是，可能其实这个做吐司呢并不太复杂，是，但是它是用时间，需要用时间慢慢的去让它可以完成的一个作品。那就是其他的就是您店里我还有很多种产品，您下回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说好了啊。对，我想下回咱们分享一个稍微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就是适合早餐吃的。对，然后零失败。对，零失败的一个面包。OK， 好，那就说好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代客烘焙的就是流量担当这个代吐司就是这样。哇，真是太香了啊！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跟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林大师未来还会不断的来我们这儿做客，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烘焙产品，是真正的大师课。谢谢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